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呢，这个瓜真的是太多了，从林生斌到邱瓷炫老公，然后又到吴亦凡，现在又到周旋逸，就这种渣男组团出现，对我这种难产型 UP 主实在是太不友好了。就在我还没有想好要聊谁的时候，风向已经都转了好多次了。所以我今天最想聊谁呢？我最想聊的还是吴亦凡这个事儿。最开始的都美竹爆料说自己是受到了吴亦凡的冷暴力，然后她的闺蜜帮她爆料，她的表姐帮她爆料，后来呢到吴亦凡的澄清，都美竹再爆料，最后呢是都美竹发的决战的那一篇，后来被证实是携手代笔的那一篇呢，就火爆了全网。男人何苦为难男人呢？真的是用足了传播学的技巧啊！就是你说什么这个男的是海王，这男的是渣男，没有用，就只有你说这男的那方面不行，就只要是打到了这一点，全体男同胞才会跟着一起狂欢。但是这件事情我想说的啊，现在他这件事情的走向呢，所有的女权都比较不希望看到的一个走向，就是各种和稀泥，然后又是各打50大板，然后又是警方出来辟谣说啊有一个中间人，两边都是被骗了，其实都是中间人的过错，相当于就是找了一个中间的背锅侠，并且把这件事情和稀泥，把这件事情转向了娱乐化的走向，因此模糊了这件事情的重点。之所以警方要下场调查，之所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有2个重点。第一个，这件事情涉及到多名未成年人。第二，这件事情涉及到迷奸和诱奸。我国的法律虽然没有明确的迷奸和诱奸的罪，但是是有些细则的，其实是把这些行为通通归结到强奸罪当中。首先，如果跟未满14周岁的女性发生关系，那无论这个女性是不是自愿的，她都是以强奸罪论处，判处3到10年的有期徒刑。除此之外，一些情节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在公共场合跟女生强行发生关系，或者是跟多名女生发生关系，造成这些女生的严重伤害的，也会重罚。吴谦的这个事件呢，它涉及到说给女性灌酒，在女性不清醒、不能做出明确判断的情况下跟女生发生关系，并且它涉及到权力地位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通过说给女生资源、给女生钱，或者是承诺他们之间是男女朋友关系，承诺要带这个女生见家长，承诺是有考虑往结婚的方向走，用这样一种诱骗的形式去欺骗未成年的或者是刚刚成年的少女。这件事情的重点一定是，如果这些女孩子的爆料都属实的话，那么她确定就是做了违反法律的事情，她就是应该受到刑事处罚的。很多人就说啊，都美竹也不是什么好人，她也是个烂裤裆，她也是为了钱，为了所谓的资源，为了自己的面子，所以呢会去参加这种选妃局，并且呢她的自以为的跟吴先生的恋爱关系也是她自作多情。那所有的这些猜测呢，或许都是真的，她绝对不是什么纯情的小白兔，但是这不能否认的，她依旧是一个受害者，她依旧是因为吴团队给的这些所谓的资源呐、钱呐的诱骗而去的那些局，她依旧是有可能因为被灌酒才跟吴发生的关系。还有人说呢，吴有什么错啊？他不就是做了个海王吗？做海王有什么错呢？哎呦，我真的劝您，真的不要侮辱海王这个词。在我理解当中，海王是因为自身的魅力吸引的女性，它让女性有正在恋爱的感觉，它可以给女性提供实实在在的情绪价值，这个才叫海王。女人爱上的是他这个人本身。像前段时间爆出来的王思聪和孙一宁，这也不是恋爱，这也不是海王，这完完全全就是男性强权对于女性的压迫，好吗？所以我真的就不明白了，很多人他本身不具有做海王的魅力，但是他硬要做那个海王，显得自己很有魅力，所以他就用一些金钱呐、或者用一些这个威逼利诱啊，或者是采用一些权力的这个压迫呀，使得他有一个海王的表象。真的不要侮辱海王这个词了，海王你当不起。在这个案件中呢，有一个议题又再次被提上了热搜，就是什么叫做性同意。罗翔教授在曾经的演讲中呢说过，性侵犯中的核心问题是不同意问题，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就构成了性侵犯罪。那诱奸呢是指利用金钱物质的诱惑，
引诱妇女与其发生性行为。它跟强奸的区别在于呢，强奸是利用暴力的手段，而在诱奸的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在进行的当下，这个妇女是表示同意的，但是呢，是因为欺骗和利诱才使得她表示同意的，那本质上呢，也是违背了妇女意志的。国际法规定，真正的同意是指排除了被害者由于受到不正当影响、胁迫等的被迫同意，以及虚假陈述因素后的完全主观认定同意。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呢，有一个词叫做欲擒故纵，就是很多男生他都有这样的一个迷思，他就觉得这个我约女生出来，如果在大晚上可以把她约出来，用代表托说他同意跟我发生关系，甚至还有人觉得这是一个他给我发出的信号。所以呢，就有很多人觉得，哎，女生都是一样的，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这个过程呢，我说实话，不仅是对于女生，对于男生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被迫那方来说，可能会对他产生一个长期的心理的影响。同时呢，男生如果有这样的认知，对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在国内和国外都有这样的例子，就这个男生比如说在女生醉酒之后跟他发生了关系，那在当下呢，他认为女生的拒绝是欲擒故纵，他认为女生没有那么明确的反抗，就是表示他同意了。但如果在这个当下刚好有目击证人，或者女生在事后刚好有证据的话，那这个东西很可能就会毁了男孩子的一生。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案例，比如说这个女生在满14周岁之前被混社会的一些男生呢，然后带出去发生了关系，或者是成为了男女朋友。在发生这件事情的当下呢，这个女生可能是很笃定的，她是自己是非常愿意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她真的还小，她的三观还没有完全的成型，那在事后呢，她有可能会反悔，或者说她的家人有可能会逼迫她去告这个男生。那一旦这件事情发生呢，那受害的承受痛苦的不仅仅是这个女生，这个男生也有可能面临3到10年的有期徒刑。那么这个男生的后半辈子也是一直要跟这个事情绑定起来，但是在当下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犯罪。觉得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男性群体内部似乎总有这样的一种迷思，就感觉是我吸引的女人越多，或者说我能推倒的女性越多，说明我自身越有魅力。于是呢，就会去学一些什么 PUA 的技巧，但是那个得来的往往不是真爱，往往不是2个人的两情相悦，往往不是真正的同意，而是你用了一些技巧去诱骗到那个女生，你和她都没有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你不仅是害了这个女生，你也害了你自己。那在吴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它还涉及到了一个词呢，叫权势性侵。权势性侵呢，指的是那些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当中的性，包括呢是利用权力使自己在性上获益。当弱势一方有所求，无论是工作也好，好成绩也好，晋升演出的机会也好，能够帮助实现这些需求的另一方呢，就拥有了权利。所以呢，上级对下级，明星对素人，包括有权力的长辈，或者说拥有更多财富的长辈，对于更年轻的女性都造成了一种明显的权力的差异。在这种状况下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权势性侵。很多研究者就认为呢，当权力介入，人的知情同意就会丧失100%的自主性。你究竟是爱上了对方，还是受到了权力的诱惑威胁，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会明白。而很多人在脱离了权力关系之后，才为当初的投入感到后悔。我记得在都美竹发的决战的那篇文章当中，他也提到了，当我在爱你的时候，或者说我自以为爱你的时候，我们是愿意去欺骗你来让你产生好感的。权势性侵会对受害者产生更深远的负面影响。由于权势者常是权威上司、尊敬的长辈、救助者的角色，这使得受害者很难清晰地认识这些角色间的边界，并对伤害与爱之间的关系感到疑惑，尤其是对未成年的受害者来说。那在吴亦凡和都美竹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两败俱伤的例子。那对于吴来说呢，因为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曝光，他的事业
业它的商业价值肯定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影响。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呢，到现在为止，像很多品牌都跟他解约了，即使他勉强还可以留在娱乐圈，但是绝对不可能再回到他顶流的位置了。那对于都来说呢，他在这一段时间微博数可能从10几20万的粉丝涨到了500万的粉丝，他可能一时间被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但是这并不代表什么，人生是一个很漫长的旅程，他未来的日子真的很有可能会非常难走。首先在事业上，作为一个学表演的，他的终极目标一定是红，他一定是想要争取更多的机会，但是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导演剧组或者是单位愿意接收这么一个能搞事情的不听话的人。在感情上，他这一辈子的命运都终将跟这件事情绑定。就像陈冠希那个事件爆出来之后，像阿娇啊、张柏芝啊，即使他们现在也正常的参加综艺，正常的有自己的生活，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太大，给人的印象太深了，那大家一提到这些女孩子之后呢，第一反应还是哦，她就是艳照门里出现在那个照片上的那个女生。我记得之前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90后是我们中国第一代正常的一代人，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我现在非常的不同意。吴亦凡就是一个90后，但是他依旧有那种非常不尊重女性的想法。之前爆出来的聊天记录，他就说啊，你没有傻傻的付出一切吧，但是如果女孩问他，那你有没有第一次，他的反应非常的典型，就说哎呀，男生怎么可能有第一次呢？言下之意就是女性是一个商品，商品才会有保鲜期，商品才会有拆封还是没有拆封的区别。我作为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区别呢？他也是作为一个90后，但是依旧以海王身份、以玩咖身份为荣的。包括他睡过的那些小姑娘，其实已经是00后了，依旧会炫耀说：“哎，我的男朋友送了我多么昂贵的一些礼物。”种种的这些行为都会告诉我，90后也好，00后也好，其实有相当大一部分人离男女平等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所以呢，我真的是恳请视频前所有的你们，在教育自己的女儿要小心坏人，要防渣男，要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呢，也别忘了教育自己的儿子，什么才叫做尊重女性，什么才叫做男女平等。好啦，那我今天就聊到这里啦。那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也别忘了关注和转发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